所以乌克兰接下来已经不是像前面那样靠绞肉平稳的守，俄军在没有全国总动员的情况是稳步在推进，而这一旦过了山头之后，乌军可能会进入崩溃的态势。当俄罗斯控制完红军村之后，接下来有可能会朝东北的方向继续往前推进，这就可以威胁整个乌东山要塞的侧翼。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其实已来到一个转折点啊，因为从各方战线的一个状况，其实早就进入转折点，只是俄乌战争它始终不是一个全面总动员战，所以它的一个推进的速度跟它的规模，虽然看起来有一定的，但是它又没有到我们可以看到大战的等级。它是从区域战争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它绝对超越区域战争了，它是一个全球战略级的战争，但是它的规模又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可以说，俄乌战争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战场。另外呢，它在整个战场上面有大量的最新的科技在里面，但是它本身交战的双方又没有那么多大量最新的科技在里面，所以呢，它是一个呈现很二元性质的一个这个战争。其实这跟整个东斯拉夫民族的一个特质很像嘛，东斯拉夫民族的象征就是双头鹰嘛，对，那总是有这种二元性。大家知道，我是从历史角度看的啊，现代化战争的起点，这个当代战争那可能就是到了资通讯的这个指挥链，但是如果我们说从钢铁，我们说枪炮、病菌、钢铁这种总体战的起点，其实就是当年第一场，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第一场大型俄乌战争，就是克里米亚战争。那个战争就是完全脱离了中世纪或是近代以前的状态。我补充一下，我们都听到南丁格尔就是护士这个工作的起点，那我们讲护士的女神白衣天使南丁格尔。那南丁格尔的故事其实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还有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如果到总统府，我们看到宪兵，以前的军队是没有宪兵这个工作的。对，那克里米亚战争是人类第一次在军队作战的时候动用宪兵。为什么会第一次动用宪兵？就是因为那个作战的环境很恶劣，那加上在中亚那个地方其实就有很原始的鸦片啊，还有很多就是酗酒跟毒品的问题，在克里米亚战争一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军队在打仗之余秩序非常混乱，所以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来维持秩序，这专门的人就是我们后来发展成的宪兵。这太有意思了，所以克里米亚战争是整个人类进入现代化战争的起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一场，其实它还是一种克里米亚战争的逻辑啊。那在俄乌战争从克里米亚开始嘛，那它又是一场人类的战争，又推向了下一个世代的逻辑啊。那第一个来，现在请教一下，因为最近媒体都在报红军村，或叫红军城，或者是波克罗夫西克。对，这个有些是音译啊，然后还有两边的叫法的不一样。现在的状况是，这个红军城的重点在哪里？还有整条的战线，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线非常的长，上千公里的，那很大量的部队都投入在里面。那现在整体的这个战况，还有为什么大家一直聚焦红军村或者红军城这个战略的节点？那这个一旦被俄军给攻下来，对整个战争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休最后问的问题是，这个城如果攻下来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对。那根据今天早上最新的情况，因为现在资讯都会来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方，那我们用尽量保守，我们采取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就是俄罗斯已经控制红军城或者是波克罗夫西克，就两边的叫法不一样。那根据乌方的信源，就是现在控制85%到90%，而我们认定一座城市，你就控制80%到90%，基本上这座城市已经是属于俄罗斯控制。那我们透过很多视觉证据，就是看视频或者是照片、图片以及来自各方不同的讯息，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就是在红军城城区已经没有大规模的战斗，目前战斗已经都往郊区的方向推。所以刚刚一休的问题是，如果红军城俄罗斯控制下以后，它已经控制下来，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稍微来预测，那俄罗斯控制红军城以后，接下来俄军下一个动作是什么？那当然，因为红军城自己本身它有属于它自己的战斗，但是红军城周边它有一个包围圈，就包含红军城跟米尔洛格勒，它有一个很大的包围圈，而这个包围圈受限于泽连斯基的命令寸土不失嘛，所以乌军并没有撤出这个包围圈，而这个包围圈大概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被关闭起来，所以已经合围了，对，已经合围了，就除非你用飞的啦，不然目前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乌军基本上已经就是不是死就是降，没有第三种不一样的方法，除非乌军现在在包围圈外面打破俄军的包围圈，就是冲进去把这批人救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电影里面经常这样子演，可是我们在看战时是真实
实的战史这样操作其实难度是非常非常高，而且成功的案例其实并没有很多，而且风险也很高。所以现在这一块就是这一整个礼拜都在问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包围圈里面的乌军没有人下令他们撤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当俄军如果控制红军城它可以有2个发展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向右转向康斯坦丁诺夫卡，那就是攻击乌东山要塞的轴线。那另外一个可能发展的方向就是向左，就是直冲第聂伯罗。那我们目前的评估的情况就是向右转向康斯坦丁诺夫卡，因为已经在打了，对，直接威胁乌东山要塞。上个月普丁跟川普之间在谈俄乌停战的时候，普丁一直有一个条件，就是乌克兰必须要退出顿巴斯的4个州，其中有一个顿涅茨克州。那顿涅茨克州其实现在只剩下就是这3个地方，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斯拉夫扬斯克，对，再加上北面的利曼那个森林区。泽连斯基或者基辅甚至欧洲一直劝泽连斯基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那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嘛。所以后来基辅并没有同意这个条件的，所以川普不是很生气嘛？后来不是去白宫见面，川普还把地图丢在地上，然后把他赶出去。对，那为什么川普会对泽连斯基这么生气？因为川普可以看得到情报，其实他们已经知道剩下的这个区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川普一直不断强调，我是为了拯救生命。对，所以那既然他不愿意接受，所以接下来俄罗斯可能就会自己动手拿嘛。所以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看到这样的趋势，但是这只是我们的预测啦。那真实的战况，我们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因为乌方不断的在增援，因为这个地方很危急，不断的调各个其他的战线的军队过来支援，就导致其他战线的防御开始呈现破碎化的倾向，包含库皮扬斯克。库皮扬斯克过去已经守了2年，俄军西部军区一直没有办法接近库皮扬斯克，但是从库斯克的反攻之后，开始抽调部队，就是很明显的，乌克兰在前线的部队兵力非常的不足，在抽调这么多的兵力到库斯克到苏美那个方向去防御以后，库皮扬斯克就崩溃了。是，所以现在库皮扬斯克也只剩下。库皮扬斯克这个城市它是被奥斯基河分割的嘛，分成东城西城，西区现在已经完整俄罗斯控制了，那东区俄罗斯已经过河，那东区其实就只有一块工业区，所以库皮扬斯克应该也会在很快的时间俄罗斯就可以控制，那更不要说再往南利曼这个部分也是守了2年，那也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忽然崩溃，而且现在已经打到利曼城郊了，已经渗透进去了利曼村子里面，而且这个红利曼很有意思哦，因为它本来是上一轮哈尔科夫大捷啊，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大捷中抢为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节点哦，很重要的战果。但是现在看起来第2次利曼争夺战要开始了，很快，而且感觉的话守不太住。利曼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它北面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地。那利曼其实最主要防御在北面的几个村子，而目前这几个村子都俄罗斯控制了，所以北面等于是大门都已经开了。但俄罗斯在近期应该是不会像红军村一样大规模的发动攻势，它是在试探乌军在利曼的防御能力。那当然，台湾的媒体最主要还是关注在红军村，但是如果你把整个这几个主要热点，我们如果维度拉的比较高一点，你把时间轴拉长，就可以看出来，俄军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其实红军城只是这个计划的起点。那接下来有很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实就取决于红军城拿下来以后，接下来会如何去发展。那当然。俄军的这些计划其实并不是要让战争扩大，我知道很多人，包括网络上很多人会讲说俄罗斯控制乌克兰，俄罗斯想要控制乌克兰全境，或者俄罗斯要打到第聂伯罗河边，或俄罗斯要去打敖德萨。但是我们必须要就真实俄罗斯的力量来评估，就是如果以现阶段在俄罗斯没有再继续动员，就俄罗斯以目前在特殊军事行动作战区域的这些兵力，跟俄罗斯现在的作战能力。它可能有点困难，这并不是我们低估它，而是俄罗斯如果能够满足这一次顿巴斯这几个州完全控制，其实大概就差不多了。对，因为我想老师讲到很实话的部分，不断的放大俄罗斯的威胁，其实是西方政客惯用的伎俩。它既有连结，就是其实是从近代以来俄罗斯的崛起，到了苏联的钢铁洪流然后冷战时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垒，然后再到当代的俄罗斯，他们一直在塑造这种俄罗斯
妖魔化、邪恶化的这个状况。大家想，这个西方人甚至连柴可夫斯基都不愿意放过嘛，因为对于西方文明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容忍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这是他们心里面最深处的一个恐惧。因为对于西方，包括尤其是西欧这些国家，因为西欧这些国家心里面最深处是他们其实还是真正的蛮族，真正的欧洲的起源地是希腊罗马嘛，他们认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在欧洲，对，他们继承了这个希腊罗马的衣钵，对，所以比如说最有名就法国嘛，法国是第一个自称罗马人皇帝的非罗马人，对，后面还有一个神圣罗马，对，后来对还有神罗嘛，神圣罗马被那个伏尔泰大文豪酸说既不神圣也不乱，更不是帝国嘛。那这个是法国人的心态，法国人还有一个叫天主教的长女，他就以这个继承这个文明，他作为一个非常自豪，包含他在历史上万王之王太阳王路易14到拿破仑大帝这样的一整个的贯穿，所以他们内心的深处那种骄傲，他是不太容许自己被他们认为最蛮族、最蛮荒、文化最落后。被维京人征服，维京人文化竟然还高他们一等的东斯拉夫民族，因为大家知道东斯拉夫民族的崛起，他们本来是散居在整个这个欧陆平原、东欧平原这一块，他们的文明就竟然是维京人来这边征服之后，建立了一些这个城邦，尤其是什么在河流上面的一些节点因为这里的水域非常平坦嘛，很适合这个维京大战船。大家如果玩过《世纪帝国》知道，那维京大战船那种平底船在这边拓展嘛，所以其实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傲慢。因为今天老师给我一个想法，就是傲慢，因为有时候我们东方人的思考不太一样，尤其是华人的思考，在中国人的思考里面，逻辑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要谦虚嘛，爱内涵光才是我们中庸之道。但是在西方里面，傲慢它的反向就是他的自信，而自信的反向是对神的功业的荣耀。对，所以他那种一神教那种攻击，他们的想法其实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俄罗斯在历史上号称第3罗马的时候，这个死仇就不会解开，这个是心结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一个法国跟英国向来对俄罗斯最急切？然后德国上来在摇摆，因为德国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又跟罗马人又隔了一层嘛。虽然有这个刚才讲的神圣罗马帝国奥图一世建立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神罗它本身的文化的程度又弱于在更西方的法兰西帝国，所以它是层次感的。这是为什么德国人可以选择跟俄国人合作，但是法国人就很难跟俄国人合作。而且大家也了解，当年拿破仑是被圣地同盟给干掉吧？第7次反法同盟的盟主是谁？就是亚历山大。所以后来号称欧洲的宪兵。对，所以这大家知道那个历史的纠葛，可能在一般平民老百姓他没有感觉，但是在上层政客那是去不去的幽灵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看这场俄乌战争，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的规律把它拉长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当欧洲逐渐统一的时候，欧洲必然会东扩，这是固定的过程。不管是在拿破仑的时候，真正实质上统一、武力统一欧洲，第一个是拿破仑嘛。是，当他统一欧洲了以后，他就去打俄国，或者是当希特勒他已经统一了整个欧洲以后，他还是去打俄国。所以俄国的心理阴影，俄国对一个统一欧洲的心理阴影，跟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跟我们在亚洲感受不一样。这个是因为每一次打俄罗斯都要死很多很多人。是啊，克里米亚战争对那个死伤就非常。只要欧洲东扩，那它压缩到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它必然不是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反击，只是我们不会知道俄罗斯反击的方式是以在2022年直接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虽然他们现在叫特殊军事行动，并不是真的叫战争，但是这也对应的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定义跟战争的理解，其实必须要改变。是俄罗斯它就是一只熊，你吵到它冬眠，那它就会出来跟你拼命，所以这场战争是无可避免的会发生。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它是一个彼此互相依赖，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挺你或我不要挺你这件事。所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不要忘记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就是跟中国大陆联手压制苏联。所以过去甚至有一段时间，美国跟中国甚至走得更近，没错，而中国跟苏联甚至走得更远。所以并不是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说中国跟俄罗斯就一定是绑定，没有，这中间双方的关系起起伏伏，一直到习近平主席上任，那普丁慢慢他的权力巩固，在这两个元首常年的默契底下，双方的关系才开始越走越近。但是毕竟你就要越走越近，也只是友好而已。那真正让
罗斯跟中国背靠背，其实就是这个2022年的战争。那这因为西方制裁嘛，俄罗斯为了求生存，那他必须要改变策略，就是跟一休讲的一样，他必须要改变。那他要找到一条生存的路，那这条生存的路跟中国背上的人，他也不能下来，但他继续骑下去，问题也很大。所以这场战争，我觉得啦。这场战争不会永久持续下去，甚至也不可能像泽连斯基前段时间所讲会再打2-3年。我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在大家预期更快的时间内结束，这是我的预期。那是因为整个战略形势其实越来越清晰，再打下去，事实上对欧洲除了输得一塌糊涂之外，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案。对美国来讲，等于也是在战略上更加的让整个的态势进入到一个更糟糕的状况，也就是中俄之间的这种背靠背变成密不可分。但另外，美国智库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不断的在出一些分析，就是这些分析其实很清楚和明白的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这场战争从2022年打到现在，第一个被证明的事情就是只要有中国在，几乎无法，你在军事上面无法击垮俄罗斯，即便美国亲自进场也没有用，更何况美国不会亲自进场，这种核武国家无法进场。对，因为那当然很多欧洲的国家，比如东欧的国家，他们会担心，万一俄罗斯征服了乌克兰以后，会不会下一个动手的目标是你？但是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俄罗斯要打你也不一定要等到打完乌克兰啊。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跟台湾目前所在的处境就有点类似，就是最近有非常多欧洲的元首或欧洲领袖，比如说吕特北约秘书长昨天就讲了，要有实力才能赢得和平，有没有跟我们赖清德讲的很像？而且距离这么远，大家讲的都一样。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就大概从去年年底开始，其实大家表面上不说，但其实私底下已经在讨论说，这场战争这样打下去是不行。那以目前欧洲的军事的力量是无法对抗的，所以现在是欧洲要买时间，乌克兰要尽量撑久一点，让欧洲有时间去做 rearm EU。所以为什么这个战线对乌克兰这么不利？为什么川普很努力的在调解？为什么这个调解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反对，因为他希望乌克兰可以继续帮他们打一段时间，让至少该开的炮弹的产线啊、装甲车的产线可以慢慢陆续开起来，这样最起码他们才有底气，才有能力说有实力我才能赢得和平。那这个逻辑其实台湾也买单，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国防预算从4000、5000亿、6000亿到未来可能要破兆。其实呼应的东西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认为花钱就会有实力了，但是真实这场俄乌战争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花钱可以买得到。这样战争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断的在进化，它有它自己的语言，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听得懂。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研究军事的这个领域里面有一句名言，就是将军们都在打上一次的战争，所以我们都会以我过去打赢，就我以2伊战争或阿富汗战争的那种思维拿来处理俄罗斯。大家可对俄罗斯军队的概念可能不太接触的话，可能很难想象，在1999年那个时候的那苏联刚瓦解，那时候的俄罗斯的军队，很多军队是发不出薪水，必须要靠偷卖装备来赚钱。我自己本身我在那段时间我也有在市场上买到俄罗斯偷卖出来的夜视镜。那军队不能打仗，所以那时候也是恐怖分子的实力大幅上升的时期。那时候欧洲大量的军火流到欧洲会死，事情总是环环相扣。那个时候有世界上最大，有人是这样统计的说 ，AK-47 到底是什么时候大规模的流落到第三世界，跟这个恐怖分子手上，就是苏联解体之后那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尼古拉斯凯奇，对，军火之王，都在讲那段时间的故事。所以苏联会解体其实是美国傲慢造成的嘛，所以他的每一件事情是环环相扣。大家会发现在美国这一种做法都是属于极致的做法。对，他要做霸主，他要做 only one， 就是他会推到底，他推到底，就他推到底的反弹往往是极为剧烈，但是欧洲依然是在傲慢与偏见当中无法自拔。我在几年前曾经得到一个小的结论，就是西方在应对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早了10年，但是西方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晚了10年。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如果没有2022的这场战争，其实俄罗斯
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它里面三头林立，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那其实俄罗斯的整个社会内部也在细碎化。那因为这场2022年的战争，反而把俄罗斯凝聚起来，从原本很多人不支持这场战争，到后来大家被说服了，也认为这场战争无法避免。如果无法避免，那我们就要努力求胜。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结论就是应对中国的时间晚了10年。那这应对中国的时间晚了10年，有时候当我们在回顾这些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疑惑。就你当你看了这些事情越多，有时候你真的会去想，是不是有国运这种东西？对，因为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很多关键的时间点的时候，你会看到中国都会遇到很好的运气。所以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哦。所以老师刚才讲到了早10年跟晚10年，而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事件，对911等等的啊。那现在看起来，有人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把从1战、2战以来西方全面主导的全球秩序重新定义跟推翻了。对，它就是累积下来的问题，势能已经累积到不改不行了嘛。对，这世界不可能永远都是你西方帝国主义决定的，这是历史的规律，就它必然会遇到，不论你喜欢不喜欢，而我们刚好就夹在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